贫穷只是原罪，穷人本身就是罪过。今天我要向你分享一本非常有见地的书《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这本书生动贴切地描绘了社会底层穷人的困境，直白地告诉你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作伦理和消费主义是如何塑造人们对穷人的看法的。书中更指出，在当今社会，新穷人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境地。你可以通过它反思自己是否也处在新穷人的困境中。该书的作者是英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与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鲍曼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社会学家，一生撰写了《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立法者与阐释者》等57本著作，可以说是著述等身。英国社会学杂志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这是一位杰出学者的重要著作，他从现代性的视角来审视贫困问题，引入了一个崭新的思考维度。鲍曼的观点是，我们已经从19世纪的生产者社会进入到了消费者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穷人的身份与价值逐步被贬低。人们过去对穷人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反感和恐惧，另一方面又怜悯同情。但在今天，穷人成为了完全的麻烦，人们对穷人没有了怜悯，只剩下恐惧和厌弃，甚至想要将其消灭。鲍曼在书中详细梳理了生产者社会和消费者社会对穷人态度的变迁，并反思了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为了帮你全面理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将从以下3个部分进行解读。首先，什么是生产者社会，以及这种社会如何对待穷人？其次，我们如何进入了消费者社会，并催生出新穷人？最后，在消费者社会中，新穷人面临着什么样的残酷困境？在视频后面会告诉大家如何免费获得《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全本电子书，一定要看到最后哦。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第一部分，了解生产者社会及其对穷人的态度。生产者社会是一个社会经济学概念，指的是现代社会的第一阶段，即工业化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之后迅速向欧洲大陆和北美传播。到19世纪初，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已经从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完成了向工业化的转型。生产者社会有这样的一种信念，那就是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厂，每个健康的人都应该参与工业生产。这与过去人们对劳动和生产的看法存在着冲突。在工业化之前的传统社会，人们也会从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但采取的是自给自足的方式。他们自己设定目标，控制生产过程，从中获得工作的意义。由于生产是自给自足的，人们满足自己的需求后就不再追求更多。毕竟世上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可做，何必整日拼命劳作呢？因此，在工业时代初期，大多数人不愿意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按照工头、钟点和机器的节奏生活。但是，推动工业化的倡导者视这种传统劳作习惯为恶习，是必须克服的障碍。他们认为，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人类将彻底征服和控制自然，建立一个美好新世界。但如果人们不从事工业生产，这个美好蓝图就无法实现。为了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工业社会的设计者开始在社会上推广一种工作伦理。这种工作伦理的核心是工作即正义，认为人应该工作，不工作就是一种罪过。工作伦理实际上是工业化社会为了最大限度提升生产力而人为创造出来的概念。它包含2个层面：第一，让劳动者被动地完成他人安排的任务；第二，让人们将自己的内在需求与外在工作割裂开来。最终目标是消除人们对荣誉、感受和目标的关注，只要全力工作就好。那么，这种工作伦理是如何推广和普及的呢？宗教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会创作了许多关于工作的道德故事，宣扬工作是对上帝和自然的责任。英美等国还积极开设主日学校，这是面向在工厂打工的青少年在周日进行的免费教育。主日学校兴起于18世纪末，鼎盛于19世纪上半叶。他们尽可能地向年轻人灌输符合工作伦理的规范和价值观。这些宗教和道德规训收到了很好效果。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工业社会的清教徒将工作视为一种道德修行和对神圣法则的践行。他们认为工作是一种美德，不工作是堕落。此外，工作伦理的推广还利用了父权制的社会结构。鲍曼指出，工作伦理的传教者通常也是传统父权制家庭的拥护者。这并非巧合，而是一种策略。当时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都是男性，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工业化的推动者让努力工作的男性也能获得一定回报，宣传他们是家庭的权威。尽管在工厂中，男人要接受工头的管理，但回到家中，他们就是绝对的权威，因为他是养家糊口的那个。这进一步巩固了工作伦理，让男性以工作为荣，并终生维护这个角色。最终，社会生产力得以持续增长，社会秩序也因家庭的稳定而得以维系。生产者社会的设计者也因此获得了额外的收益。那么，这种生产者社会是如何对待穷人的呢？我们在前面说过，生产者社会的愿景是每个健康的人，尤其是男性，都参与工业生产，等于。因此，生产者社会基本等同贫困与失业，意味着贫穷是懒惰不努力的结果。这种社会对贫穷的应对之道是诱导或强制穷人进入工厂工作，接受自己的命运。工人虽然收入微薄，但总比无业者强，这也算是穷人的福利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19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社会提出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必须符合最小化原则。换言之，救助贫困人口的机构仅限于救济院，且对穷人的救助只能保持在最低水平。例如，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000元，救济院对穷人的救助顶多是每月800元。这样可以区分真正的穷人和装穷逃避工作的人，迫使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去工厂打工，不依赖社会救济。尽管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但这些进入工厂的穷人还能获得一点心理安慰，因为主流价值观告诉他们，不管生活多么悲惨，只要有工作收入，就比无业者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当然，进入工厂并不等于能挣大钱。对于这些出卖劳动力的穷人，资本家还确立了仅能维生的工资原则，把工资控制在极低水平，只够工人活到下一天继续工作。这个残酷原则还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往往满足现状，不会为了更多收入而努力工作，所以只要能维持生计的工资就可以了。如果给他们高工资，他们就会迷失在无所事事和骚乱之中。英国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就认为，穷人有与生俱来的放荡和懒惰，为了矫正这些缺点，应将穷人关在劳工棚进行严格管教，用微薄收入、强迫劳动和体罚来约束他们，同时把穷人的孩子送进贫民学校接受规范训练，培养他们将来从事正规工作。即便洛克的建议过于严厉，但英国法学家、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的看法更为极端。边沁对人的情感和动机毫不在意，他认为任何道德或经济诱导都无法奏效，必须用直白的强制手段对付善变且愚笨的穷人。边沁曾建议修建500栋房屋，每栋可容纳2000名累赘的穷人，由专人对他们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监视。如果一个人不工作，他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吃发霉面包和淡水，没有人与他说话。这种强制能有效促进他拼命工作。
熟悉边沁的人一听就知道，这简直是他那著名全景监狱的又一版本。边沁坚信，只有这样才能让穷人破罐子破摔。鲍曼评论说，边沁的方法看似冷酷，但其实是直接而高效地实现工作伦理的终极目标，让工人无条件服从工厂纪律，通过层层监督使他们机械化的工作，以规律而单调的行为来固化他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陆续从生产者社会转变为消费者社会，进入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大规模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的自由职业者群体。稳定的铁饭碗被弹性的非全职劳动替代，终身聘用转向短期合同和临时雇佣。这些变化的原因在于科技和全球化发展提升了劳动效率，资本家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但人仍有其用处，那就是消费。今天的发达经济体很少面临生产力不足的问题，反而是产能过剩。如果无法刺激消费，经济增长就会停滞。因此，每当经济出现问题，无论是产出下降、订单不足，还是商业街冷清萧条，都会被归咎于消费意愿或消费信心的缺乏。仿佛所有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消费者再次购买、大量购买、持续购买。但人为什么要不断消费呢？消费可以满足欲望，但这种满足是短暂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早在消费时代来临之前就指出，当某种焦虑的需求得到满足，人会 temporarily 获得幸福感，但马上就会产生厌倦，因为一旦需求的根源不在，欲望的对象就失去了吸引力。为对抗这种基本人性，消费市场想出一个办法，不断撩拨人们的新欲望，在旧欲望得到抚慰前激发出新的欲望，在人们对已得感到厌倦前送上新的猎物。我们在第一部分说过，生产者社会为最大化生产力创造了工作伦理，那么消费者社会为最充分刺激消费欲望也创造了新的概念，那就是消费美学。工作伦理强调的是道德与责任，消费美学强调的是感受和体验。消费美学将世界描绘成一个巨大的感官刺激和深刻体验矩阵，所有的商品都设计为对消费者产生最大冲击，并能被及时抛弃。这样的最大冲击力是为了激发购买欲望，及时抛弃是为了消费者立刻去购买新的东西。理想情况下，消费应该即刻带来满足感，不需要任何技能或准备。一旦消费结束，满足感应迅速消失，为下次消费做好铺垫。所有的商品都在对消费者说，你以为这就完了？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呢。人们在这样的世界里被培育成消费者。消费者认为自己掌控市场，可以评判、选择和拒绝商品。但是他们无法拒绝选择本身，不得不日复一日来到市场，通过消费塑造自我认同和获得社会地位。鲍曼指出，当今全球趋势是缩短产品服务周期，提供不稳定工作，将经济导向短视和不确定性。我们前面说过，在生产者社会中，工作是塑造自我认同和社会身份的关键。稳定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普遍可行的选择，但是在消费者社会，要通过工作构建终身认同，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然不可能。当今的时髦口号是灵活，代表一场几乎零规则的聘用和解聘游戏，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动。但习惯了消费主义的人们却很自然地接受了灵活这一概念，并将其在消费领域的做法应用到生活中，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最好拥有一切选择。人们认为自己应该具备适应变化的灵活性，拥有多重身份识别，成为多面手的斜杠人。鲍曼进一步指出，在消费者社会中，有正常生活和幸福生活之分。正常生活是能在各种机会中做出选择，获取愉悦感受和丰富体验。幸福生活是能抢占最多最好的机会。也就是说，选择的自由度决定了一个人在消费者社会的阶层位置，选择权越大，
社会地位和自尊心就越高。消费美学不仅取代了工作伦理，成为主流价值观，还反过来用审美眼光评判工作的价值。一些职业被赋予精致的审美内涵，被认为能带来成就感和骄傲；其他平凡的工作则被视为无聊和无价值。这种工作层级化的背后，也是社会阶层的固化。那么，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以下3个特征。首先，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不消费。他们无法履行消费者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即积极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其次，他们无法做出选择。正因如此，他们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更与幸福生活无缘。第三，即便有工作，他们也受困于那些被认为无聊的工作，这带给他们羞愧感和负罪感。总之，在消费者社会，穷人被定义为有缺陷的、不完美的消费者。他们遭到社会的抛弃、剥夺和贬低，被驱逐出普通人共享的丰富生活。你可能会问，我工资低还憧憬消费，算新穷人吗？不完全是。按照鲍曼的定义，你不仅不是新穷人，反而是消费者社会最喜爱的一员，因为你几乎把全部收入都用于购物。还有人可能会问，我经常换工作，收入不稳定，算穷人吗？也不算。今天社会不在乎你如何赚钱，只看重你如何花钱。判断是否为新穷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人是否积极主动地进行消费。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新穷人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境。鲍曼指出，在对待穷人方面，传统社会比现代社会做得更好。以欧洲为例，在现代化来临之前的基督教世界，穷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是主恩典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不仅如此，基督教还赞颂穷人的美德，认为他们的苦难会在天国得到补偿，而富人欲入天堂却难如骆驼过针眼，这给予穷人持久的精神优越感。当时的穷人生活虽艰苦，但他们视苦难为进入天堂的保证。富人必须帮助穷人以获得救赎。到了生产者社会，穷人被定义为后备劳动力，失业等同于贫困。尽管如此，穷人仍有其用处。富人将他们赶进工厂，以道德、经济或强制手段迫使他们工作，目的就是剥削他们的劳动。只要有工作，穷人就拥有一种尊严。但是在消费者社会，穷人成为不消费者。今天经济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穷人无论是否工作都不会影响生产力和资本家的利润。在资本家眼中，生产者是可替代的合集用机器的，重要的是消费者。一个不消费的人即丧失价值。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穷人变成彻底无用之人，成为社会的累赘和负担。这些被驱逐的穷人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鲍曼表示，现代化的一个本质属性是崇尚秩序和规范。秩序与规范似乎推动积极进步，但对于不合规范的无用乃至有害的人和事，现代社会的做法是排斥和清除，就像园丁决除去杂草。既然穷人已被定义为无用，他们也会遭到排斥。你可能会说，我们身在文明社会，怎会仅因一个人贫穷就排斥他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鲍曼承认，大多数人希望自己具有道德，道德的本质是帮助弱者的责任感。即使穷人今天失去经济价值，帮助他们仍有道德意义，只不过这种意义被不断削弱。早在1963年，瑞典社会学家冈纳·牟达尔就用底层阶级指称穷人，这源于善意，认为他们是工业化的受害者。但是到1970年代，底层阶级已经成为一个褒义词。媒体与警方合作，持续渲染穷人的犯罪倾向，将他们描述为社会公敌。这让穷人在公众心中从无用变为有害。接下来的必然一步是将这些有害分子隔离开来。现代社会的监狱和贫民区为此提供了隔离容器。
美国更是大举兴建监狱，扩大犯罪范畴，加长刑期，几乎将监狱变为专门针对穷人的隔离区，让他们只能在监狱内外循环。驱逐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止。穷人的最终归宿是完全消失，先从繁华街消失，再从公共生活消失，最后彻底消失。面对这种命运，今天的穷人比过去更加软弱和无助。他们不再有集结反抗的可能，只能任人宰割。这一切会止于监狱吗？鲍曼认为不会。驱逐一旦开始，就会一环扣一环地继续下去。穷人的终点只可能是完全消失。先从热闹的消费场所消失，接着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最后从人们的视线中完全消失。面对这种命运，今天的穷人已经丧失反抗的力量。他们不像过去的工人阶级拥有阶级意识和骄傲，今天的穷人渴望成为消费者，他们因为自己的贫困感到羞愧，而不是愤怒。更重要的是，他们已失去组织团结的可能。在信息化社会，人们关系肤浅，难以建立持久关系和共同命运感。鲍曼警告我们，如果任由对穷人的歧视继续蔓延，一场不可逆的灾难终将来临。我们必须在弥补之不及之前采取行动。人类历史上的确曾发生过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但同时也有不少可怕预言未成为现实。现在恶兆已经出现，我们必须抓住现在可以避免悲剧发生。今天关于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分享与解读就到这里。我已经将免费附赠的《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全本电子书的下载链接放在了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思维源流的频道，点赞视频，并与身边的朋友分享这个宝贵的知识，让我们共同将智慧与实践相结合，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摆脱贫穷原罪，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下个视频再见。